这是20个比人还要高的大气球，用什么工具才能全部击破呢？只要扎破的最多就能赢到奖金，使用的工具随机抽取，谁的运气好就能选到穿云箭。乔治首当其冲，第一个先来，竟然抽到了冲浪板，沉重的手感或许会起到作用，还不算太糟，最起码扎破了2个。轮到杰克了，他抽到了一把螺丝刀，七七八八一起扔了出去，竟然扎破了4个大气球，比预想的还要多。杰克很满意。丹尼的工具是小火花，他使出全力扔了出去，扎破了3个大气球，角度虽然不准，但结果也没让人失望。第1轮的成绩不尽人意，接着开始第2轮。这次乔治抽到了飞镖，他瞄准角度使劲一扔，小小的身体发挥出了惊人的力量，连续扎破了8个大气球。轮到杰克了，他抽到了高尔夫球杆，铁质的球杆很难扔出去，他只扎破了1个气球，这绝对跟人没关系，肯定是工具不好用。丹尼一样很倒霉，抽到了1根萝卜，他比划了一下角度就扔了出去，竟然扎破了3个大气球。难道萝卜比球棍好使吗？杰克也觉得不可思议。这次他抽到了10根水彩笔，好胜的心里很想扳回一局，然后使劲扔出，扎破了3个气球。水彩笔的发挥也算是淋漓尽致。丹尼选到了10把叉子，扎破了4个大气球，比预想的差了一些。乔治的是1把钉子，每一颗都很锋利，他自信地向上一扔，扎破了7个气球。乔治的成绩依然保持在第1，而其他2人并不打算认输。这次杰克抽到了1个扳手，圆滑的身体能扎破几个呢？好在他的力气很大，扎破了4个大气球。丹尼这次的工具是塑料熨斗，他扯住绳子用力旋转，希望熨斗能飞得很远，只扎破了2个气球，熨斗也不算死得太冤。乔治的工具是1颗生菜，他拔掉外面的叶子露出根部，结果却被气球弹了出去。看来生菜只能用来吃，不能做工具。几轮结束，乔治和丹尼的成绩都是20分，杰克是15分，而压轴的穿云箭还没有出马。他们决定用气球选出谁用穿云箭，3个人一起把气球抛向空中，谁的最后着地谁就能使用。气球飘得很高很高，最后着地的竟然是杰克的绿色气球。他手拿穿云箭摆好姿势，气球也被排成了一排，一箭发出，扎破了10个大气球，让他轻易超过了其他人。杰克赢得了比赛，也赢到了奖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工具能击破全部的气球呢？一支穿云箭可以连续扎破15个大气球吗？谁扎破的最多就能赢到奖金。使用的工具通过抽签获得，只要运气好就能抽到穿云箭。而大卫一出场只抽到了1支钢笔，金属材质的。大卫对他很有信心，直接击破了6个大气球，果然没有让他失望。大卫加上了6分。轮到乔治了，他抽到了橄榄球，准备一脚踢出去，打破了2个气球。乔治很意外，这一脚力气可真不小，他加上了2分。轮到杰克了，他抽到了玩具恐龙，想都没想直接扔了出去，没想到扎破了2个气球，他也加上了2分。接着开始第2轮，这次大卫抽到了割草机，电动的工具让他很期待，扎破了4个大气球，大卫又加上4分。轮到乔治了，他抽到了锤子，一锤子下去消灭了5个大气球，乔治增加了5分。杰克抽到了1把叉子，然后用力一扔，刺破了4个大气球，杰克加上4分。这一次大卫竟然抽到了香蕉皮，香蕉皮不是用来踩的吗？他失望地扔出，还真扎破了1个，大卫又增加1分。乔治这次抽到的是1把剪刀，扔出去只扎破了2个，比想象中少了一些，没有关系，还有机会。而杰克却抽到了用脚踢，一脚下去就踢破了1个，他还挺厉害。乔治加上1分。比赛继续，大卫抽到了1把小刀，这次击破了5个大气球，大卫又加上5分。轮到乔治了，他抽到了鱼钩，上面的钩子很锋利，不知道可以刺破多少个，一下刺破了8个大气球。乔治的分数达到了19个。接着轮到杰克了，他抽到了1把螺丝钉，撒出去竟然扎破了10个大气球，结果很惊艳。乔治的成绩一下变成了18个，3个人的分数很接近，还是不能分出胜负，他们只能继续比赛。这次大卫抽到了锡纸，让他用30秒的时间制作一个工具。他着急地缠了1颗球，然后踩扁它，希望边上的棱角可以发挥出作用，还不算太糟，扎破了2个气球。而乔治更惨，他抽到了1张纸，放在嘴巴里压缩一下，希望可以变成武器。显然是他想多了，吹出去瞬间就被气球弹飞了。这一局乔治没有加分。轮到杰克了，
他抽到了拳击手套，轻松砸破了一个。杰克又加上1分。再看大卫，这次抽到了织毛衣的长针，扎破一个也在意料之内。而乔治却很幸运，终于抽到了穿云箭，他准备好就射了出去，直接扎破了8个大气球。过程很解压，他也轻松赢到了比赛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什么样的工具才能全部击破呢？小伙一口气吹了20个大气球，用什么工具才能全部扎破呢？是颇有心机的小飞镖，还是一键成名的穿云箭？谁能扎破的最多就能赢到1000美金。使用的工具由对手选择，所以想要拿到奖金简直难如登天。老大为杰瑞准备了一个乒乓球，他认为只要力气大，一切皆有可能。结果如他所愿，一点可能也没有。他为老二选择了一颗棉花糖，又甜又软，但杰瑞的心不是一般的黑。本以为没什么用，却意外打破了一个棉花糖，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老二拿了一张纸牌交给老大，魔术师可以把纸牌变成刀子，老大认为他也可以。原来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肯定不是人的问题。杰瑞这次的工具是羽毛球，他大喊一声，用力发出，还是没有打破一个气球。老二的工具是一颗排球，杰瑞对他很有信心，结果很打脸，老二又打破了一个。老大依然很内卷，工具是睡觉的枕头，砸在气球上软绵绵的，就像是在按摩一样。而杰瑞现在很想回家，看见瑜伽球他就难受。老大鼓励他还有机会，然后一脚踢出，失望如期而至。老二的工具是一颗红萝卜，他用力甩出，又扎破了一个气球，稳居榜首的位置。而杰瑞和老大并不服气，这次老大使出了洪荒之力，终于打破了一个大气球。杰瑞的工具是网球，以往的经历让他很紧张，他不会还这么倒霉吧？打破了2个大气球，这次终于开门了。老二的工具是一把剪刀，扔的角度太高了，只扎破了一个气球。轮到老大了，抛出手里的弹力球，体积太小，气球完全没有动弹。杰瑞拿到了一把刀子，这次的工具很有挑战性，他能扎破几个呢？只扎破了2个大气球。杰瑞的是一把螺丝刀，他的目标是3个气球，没想到一下扎破了8个，这次成绩太惊艳了。老大拿到了一颗棒球，他一直对自己很有信心，认为赢得比赛只是时间问题。太过自信，小球都对他有意见了。杰瑞拿到了一把标枪，或许会把气球穿成糖葫芦，扎破了4个大气球，糖葫芦没有穿成，成绩还算不错。老二的工具是一颗小红球，用力抛出，只扎破了一个气球。老大终于拿到了今天的主角，不知道这个小飞镖能发挥多大的作用，但他很期待一试。飞镖一路向前，扎破了全部的气球，不可思议，难道他比穿云箭厉害吗？老二不甘心，手拿穿云箭摆好姿势，威力不减当年，但却出现了一个落网之鱼。你认为是穿云箭厉害还是小飞镖厉害呢？小伙挑战用一颗子弹扎破10个大气球，而乔治认为穿云箭才能一箭10雕，谁的工具可以扎破全部的气球就能赢到奖金。使用的工具自由选择，乔治首先请出了猪八戒的耙子，力度不敌八戒半分，只扎破了5个气球。老二要用铁疙瘩扳手一试，7七8八一起扔出，飞出去的扳手落在气球上，竟然砸破了7个大气球，成绩还算不错。轮到老大了，他的工具是一把大剪刀，锋利的尖尖能扎破多少个呢？2月剪刀似春风，所以只扎破了2个大气球。这一次乔治要用积木拼出一个利器，不管什么形状好使就行。竟然扎破了4个大气球，这样也行？那我的海盗熊岂不是更厉害？老二自信满满。尽管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但是海盗熊好像并不配合，一个也没有扎破。老大找到一个玩偶，滑稽的五官简直和他一模一样，兄弟齐心能扎破多少个呢？看来不是亲兄弟，只扎破了1个大气球，他只好换了一把平底锅继续挑战。厚度可以，不知道有没有攻击力。飞锅砸破了3个大气球，和预想的差不多。老二找到一盒过期的罐头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，当他用力扔出时，罐头也能变砖头，直接砸破了5个大气球。
这一次乔治要用微波炉挑战他，扛在肩头健步如飞。1 point。微波炉没有摔坏，气球也只砸破了2个。不知道是气球太结实，还是他们的工具不给力，始终扎不破全部的气球。于是节目组改变了气球的位置，弧形摆放会更容易扎破吗？乔治手拿标枪扔向空中，位置太高了，只够到了3个气球。老大准备了10支飞镖，1支扎1个应该够用了。飞镖整齐划一地飞向空中，高度加上力量的缓冲，只扎破了7个大气球，和预想的差太多。老二的是一把水果刀，他以为锋利的刀子能有所作为，没想到只扎破了1个气球。看来是他想多了，没有关系，他还有一把散弹枪，这次应该不会失误。摆好姿势，瞄准目标。枪的射程只有几米远，扎破了5个大气球。老二彻底失望，放弃了挑战。老大这次的工具是一颗刺球，力量集中，还自带破坏力，也只扎破了4个大气球。乔治抓了一把螺丝钉，每个都带有尖尖，只要落在气球上必爆。扎破了7个大气球，差一点就收割了。他的穿云箭已经等候多时，这次必须一窝端。3 2 1 fire。路线没有搞错，但却出现了一个漏网之鱼，好遗憾，没有挑战成功。难道就没有工具可以扎破全部的气球吗？吹起这么大的气球有多难？谁吹的最大就能赢得1万美刀。工具可以自由选择，时间只有30分钟。大眼拿着气球来到阳台，他选择了最原始的方法，用嘴巴吹。如花拿来了一个吹风机，他把吹风机装进气球里，然后就开始充气。不得不说，如花很聪明。再看绿毛，竟然跑到了外面，他准备去超市买一个充气筒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你确定要去逛超市吗？而打小就聪明的铁柱却一点都不着急，因为他要利用科学的力量来吹起气球。再看阳台上的大眼，只过去了几分钟，他的气就用完了，但是球却没有大起来。忽然看到院子里的泳池，瞬间有了主意。大眼来到游泳池，打算堵住出水口来填满气球。这个方法真的好使吗？而如花那边的气球却越吹越大，一不小心竟然跑了出去。如花赶紧去追，等抓到他时也小了一大圈。如花只好加大马力继续吹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气球的变化。而下一秒，气球变成了渣渣，如花只能退出比赛。这时他看到大眼的气球还很小，于是他想要加入大眼的队伍，帮他把气球变大，赢的奖金2个人平分。大眼也同意了。如花拿来一个塑料水瓶，剪开底部放在出水口上，另一端连着气球，进水的速度加快很多，气球也越来越大。这时时间还剩下5分钟，绿毛买好了充气筒还没有回到家，而铁柱也准备开始实验了。他在容器里倒入2袋小苏打，再把白醋倒进气球里，然后把气球套在容器上，最后把气球竖起。瞬间容器里充满了气泡，冲进了气球里。可能是气球太大了，这些气泡根本撑不起气球。他使劲晃动了几下，里面的气泡却越来越少。铁柱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，到底哪一步做错了？这时时间还剩下2分钟，绿毛也赶了回来，他接上电源就开始充气。充气筒果然好使，那气球越来越大，绿毛一下也没有停。这时时间已到，如花和大脚的气球变得很大，绿毛的也不小，而铁柱已经放弃了比赛。不过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，如花和大脚的气球根本上不了岸，而绿毛的气球也下不了水。那么到底谁赢得了比赛呢？铁柱决定把选择权交给你们，你认为谁赢了呢？评论区告诉我。